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超有趣，但同时也超级现实的主题——外表。尤其在这个社群媒体时代，对吧？我们每天打开手机，滑 IG、滑抖音，基本上就是被各种完美的形象给轰炸。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其实只是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幻觉？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外表不代表一切，但说真的，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可能远比你我想的还要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一位资深模特儿的眼睛，带大家深入拆解形象这个既强大又肤浅的世界。OK， 我们直接切入今天最核心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资深模特儿卡梅隆·罗素。他说：“形象是强大的，但同时形象也是肤浅的。”这句话真的完美点出了今天主题的矛盾之处。你想想，它强大在哪？强大在一个好的形象可以让你面试的时候脱颖而出，可以让你谈生意的时候更有说服力，甚至在社交场合上让你马上成为焦点。但它肤浅在哪里？肤浅在这个形象可能跟你这个人真实的内在、你的能力、你的人品完完全全没有关系，它常常就只是一个外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层一层剥开的核心议题。这句话会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主轴，带我们看清楚这个矛盾在现实世界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我们故事的起点来自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舞台时刻。这位资历超过10年的模特儿卡梅隆·罗素，他站上TED演讲台的时候，做了一件让全场观众都惊呆的事情。他只花了短短10秒钟，就在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变身秀，然后用这个行动彻底揭穿了形象的骗局。来，大家直接看这张对比图。左边是他刚走上台的样子，穿着一袭非常贴身的黑色洋装，踩着一双超高的高跟鞋，姿态很优雅，浑身散发出一种典型的我们想象中的超级名模气场，有点距离感，对吧？但重点来了，仅仅10秒钟之后，他在舞台上迅速换上了右边这套衣服，一件宽松的毛衣，一双平底鞋。你看，整个人给你的感觉是不是瞬间就变了？马上变得亲切、平易近人。你想想看，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时尚偶像，变成一个好像可以坐下来跟你喝杯咖啡聊天的讲者，他只花了10秒钟。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大脑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有多么依赖这种视觉上的捷径。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真的非常容易被外在形象给操控，而且这种操控既快速又肤浅。这不只发生在 TED 的舞台上，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中上演，从你找工作面试，到你跟朋友出去玩，无一例外。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罗素自己也点出来，他之所以能这么快、这么轻易地扭转大家的印象，其实是一种特权。各位，这个词非常关键。什么叫特权？特权就是一种你不需要特别努力就能够享有的优势。它可以随意切换自己的形象，去引导别人怎么看待它。但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对他来说，换一件衣服就像换一个身份。可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肤色、长相、性别或是身体的特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这些无法改变的特征，却可能让他们一辈子都背负着某一种刻板印象，怎么甩都甩不掉。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第一个关键点：美丽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而且非常不平等的遗产？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部分。这里我们要来破解一个很多人心中都有的迷思。一个人到底是如何成为模特儿的？大家可能都以为是靠后天的努力啊、严格的训练啊，或是一种专业的职涯选择。但卢素提出的观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他说，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家很少谈论的真相，也就是他所谓的继承来的遗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罗素说，在他10年的模特儿生涯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当模特儿？这问题听起来很正常，对吧？可能你心里也想过，是不是在路上逛街，然后就被星探发现了，还是要去报名参加什么模特儿大赛？但他给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你非常意外，甚至会觉得哇，有点残酷。他最诚实的答案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模特儿，不是因为他有多努力，也不是他有什么特殊才华，而是因为他
中了一场基因乐透。他说，模特儿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靠努力达成的职业规划，它更像是中位理财。你天生的外在条件，你的身高、你的骨架、你的脸孔，刚好就符合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美的定义。而这个被定义出来的标准，就是他所说的那个遗产。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准，为什么？因为遗产是你继承来的，不是你自己赚来的。这就暗示了美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客观普世的标准，而是一种被特定文化、特定历史给传承下来的，带有强烈偏好的一种价值观。那这个所谓的美的遗产，具体来说到底是什么？罗素把它拆解成几个关键要素：高挑纤细的身材，充满女性气质的特征，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白皮肤。他非常坦白地说，过去几百年来，尤其是在西方主导的主流文化中，被定义为美的样板就是长这个样子。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历史下的权力结构跟审美观。而她身为一个白人女性，刚好就继承了这个完全符合主流标准的遗产，并且一直在兑现这个遗产带来的各种红利。她一再强调，这不是她的成就，而是她与生俱来不劳而获的优势。你可能会觉得，不会吧，这都2007年的数据了，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吧？没错，罗素也提到，现在的确是更多元了。但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这个行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有多么严重。这张图表是纽约大学一位博士生在2007年做的研究，他去统计了当时纽约时装周伸展台上所有被雇佣的模特儿，结果发现，在677位模特儿里面，只有27位是非白人。各位，这比例连4%都不到。你花点时间消化一下这个数字，96% 对上4%，这真的非常惊人。这血淋淋地证明了他说的那个遗产有多么真实，也证明了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行业，它的审美标准曾经有多么的狭隘和排他。好，接下来这一点我觉得超级重要，我们要来打破第二个迷思。我们在杂志上、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完美的照片，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肯定不是嘛。但它假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我们直接来看对比，这最直接了。左边这张照片是他为顶级的时尚杂志 V Magazine 拍的照片，你看那个眼神、那个姿态、那个光影，看起来是不是很专业、很成熟，充满了时尚感？但右边这张照片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他在高中足球队的样子，这就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青少年。一个脸上可能还有青春痘，在运动场上流汗奔跑的普通女孩，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不是大到让你觉得有点不真实？根本是两个人吧？再来看一个更冲击的例子，左边这张是他人生第一次拍的比基尼照。你看照片里的他摆着一个有点性感的姿势，眼神迷蒙，看起来好像很成熟、很懂事，但他透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甚至连月经都还没有来。而右边这张照片是拍摄前几个月她跟她奶奶的合照，你看，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的样子，这完全是两个人。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时尚产业是不是在过度的催熟和性化这些还没有成年的少女？所以罗素下了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精辟。他说，这些照片根本不是我的照片，他们是建构出来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你今天看到的每一张时尚大片都不是摄影师随手咔嚓一声就拍出来的，它的背后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专业团队，包括发型师、化妆师、摄影师、造型师，还有他们所有的助理，再加上前期的制作跟后期无数个小时的修图，是大家合力建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虚假的形象。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根本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商品。好的，讲完了行业内的迷思之后我们现在把视角拉回到现实世界。这些被建构出来的完美外表，在真实的生活中到底能为你换来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真正的免费好处，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所谓的特权。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模特儿，你们是不是常常拿到很多免费的东西啊？像是名牌包啊，用不完的化妆品之类的。
罗素说他家里确实有很多根本穿不到的8寸高跟鞋，但他今天想谈的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另一种更重要、更隐形，但也更不公平的免费好处。而这种好处，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可能都或多或少的感受过，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分享了2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个，有一次他去店里买东西，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忘了带钱。你猜发生什么事？店家竟然就直接把那件洋装送给他了。第二个故事更夸张，他10几岁的时候跟一个开车技术很烂的朋友出门，结果朋友闯了红灯，当场被警察拦下来。结果他们就只说了一句对不起警官，警察竟然就挥挥手让他们走了。你觉得这合理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一个长相平凡，甚至看起来有点凶神恶煞的人忘了带钱，店家会把东西送他吗？如果今天闯红灯的是2个看起来像不良少年的年轻人，警察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吗？答案很明显，对吧？所以你看，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工作的福利，这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特权。他能够得到这些免费的好处，不是因为他是谁，不是因为他叫卡麦隆·罗素，纯粹只是因为他的长相符合社会主流的审美标准。他的外表让他在社会上自动获得了一种不成文的优待，但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当有人因为长相而平白无故的获得好处时，就意味着有另外一群人，正因为他们的外表不符合主流标准，而在付出沉重的、非常不公平的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在2011年的纽约市，有14万名青少年被警察执行拦截搜身。各位猜猜看，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有色人种？答案是 86%。高达 86% 被拦下来盘查的都是黑人跟拉丁裔的年轻人，而当时在纽约市，黑人与拉丁裔的年轻男性总共也才17万多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他们来说，问题已经不是我今年会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而是我这个月会被拦几次。你看，这就是最残酷的对比。罗素因为他的白人模特儿长相，可以轻易地躲过一张交通罚单，而这些年轻人却因为他们的肤色和长相，要时时刻刻活在被当成潜在罪犯盘查的恐惧之中。这就是特权的代价。好的，最后我们要来揭开今天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讽刺的一个迷思：成为一个外表完美的模特儿啊，是不是就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充满自信的生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让人非常心疼的数据。在美国，有 53% 的13岁女孩不喜欢自己的身体，而这个数字等到她们17岁的时候会飙升到 78%。各位，将近80%的少女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意。我相信这个现象在台湾，在整个亚洲情况可能也相去不远，甚至更严重。而这个现象的背后，跟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媒体上、社群上被建构出来的完美形象，绝对脱不了关系。那模特儿自己呢？他们身为美的标准化身，应该是全世界又有自信的一群人了吧？罗素给出了一个他从来不敢在镜头前面说的真心话。他说：“我很没有安全感，而我之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必须思考我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这句话真的非常发人深省。我们都以为拥有美貌就能获得自信，但他告诉我们，当你的个人价值完全被你的外表给绑架的时候，你得到的反而是永无止境的不安全感。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罗素说，如果你曾经想过，是不是我的大腿再瘦一点，头发再亮一点，我就会更快乐，你只需要去认识一群模特儿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细的大腿，最闪亮的头发，最酷的衣服，但他们同时也可能是地球上对自己身体最没安全感的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所谓完美的形象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取代。因为那个标准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当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外表，你每天都会被放大镜检视，你的价值完全建立在这些肤浅的标准上，你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好，简单整理一下，今天讲了这么多，重点不是要大家去同情模特儿啊，说真的，他们的生活其实非常优渥。真正的重点是，我们要透过他们的经历去认知到形象的力量是如何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符不符合主流审美，
你的外表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别人怎么看你，以及更重要的，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所以这就引导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想一想，在你的人生中，形象这件事是如何塑造了你所认知的成功与失败？你是否曾因为外表而获得过优待，又是否曾因为外表而遭受过偏见？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去思考它，能帮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这个由形象主导的世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模特儿卡梅隆·罗素的分享，拆解了3个关于形象的迷思。第一，成为模特儿不是靠努力，而是中了一场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基因乐透。第二，我们看到的时尚照片都不是真的，而是由专业团队精心建构出来的虚假产物。第三，拥有完美外表不等于拥有自信，反而可能因为时时刻刻被检视而成为世界上最没安全感的一群人。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形象的力量既强大又肤浅，它能带来特权，也能带来枷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